穿越到这古代弱鸡身上都这么久了，没有一天是吃饱的，这古代可真难活啊！怎么会有巨虎？变小！你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正准备穿越回去，恰逢你有性命之危，这个金手指就送你吧，也算缘分一场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能要，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报答你。报答就不用了，这手环与你有缘，能护你周全。至于它的用处，你日后自会知晓。姑娘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靠！等等，美女，你也是穿越过来的，别走啊，跟我一起走。算了，雨太大了，先赶紧下山保命要紧。别怕，跟我回家。别打了！好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欠周虎爷的10两银子，今天必须还，不然老子拆了你家的破草屋，再把你老婆卖去窑子抵账。大人，求您宽限几天吧，我家老头子重病在床，儿子上山打猎还没回来，实在凑不起银子啊！宽限？周虎爷的银子也敢拖欠？我看你们是找死！住手！你们敢动我爹娘！这不是陈家的小子吗？打猎回来了，正好你爹欠的债你来还。我爹重病在床，我今天上山打猎一无所获，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10两。宽限我半个月，我一定还。宽限？周虎爷的银子也敢拖欠？我看你是找死！敢跟虎哥叫板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厉害！智能缩放手环绑定成功，初始能力：物体缩放10倍范围，能量100%，预计6.8秒。是那个神秘姑娘给的金手指，姑娘承不起我。她刚刚咋说来着？我来试试。放大！你这是什么妖术？妖术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敢伤我爹娘，我让你们付出代价。现在滚！再敢来闹事，下次砸的就不是地面，是你们的脑袋。滚！陈渊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周虎爷不会放过你的。渊儿，你没事吧？爹娘，你们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家了。我一定能治好您的病，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。变大，成功了！卖了虎尸，爹的要钱就不愁了。我的天，那是青岩山的大熊吧？独自杀虎，这壮士好生厉害！壮士，快把老虎收起来，这虎你不能卖给我。为什么？全虎完好，虎骨虎鞭一点没伤，市面价120两，我不多要你的。不是价钱的事儿，是县城的独子周虎，他垄断了全县的山货生意。要是被周虎的人看见，你这虎不仅保不住，连命都得搭进去。那怎么办？今日这虎尸，我必须出手。你这虎我不敢收，你要是真想卖，就去城西的黑市碰碰运气，那里不归周虎管，就是鱼龙混杂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小美人，5两银子够你爹吃半年药，跟本少爷回府吃香喝辣，不比在这风吹日晒强。我不要你的银子，我可以自己卖药救我爹的命。
给脸不要脸！周虎爷纳你做第18房小妾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放开他！啊！我的手断了！陈渊，你昨日打了我的人，我还没去找你算账，你倒是先找上门了，还敢管你爷爷的事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虎是你啊？行，之前的事儿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今儿本少爷高兴，20两银子虎留下，你滚蛋！成年虎狮市价120两，你拿20两买虎毛呢？哎，在青岩县，老子说它值多少就值多少。来人，把这虎给我抬回府，再把这敬酒不吃罚酒的杂种2条腿给我卸了。卸我的腿，你带的狗怕是不够用。反了天了，都给我上！都给我住手！壮士好身手，这青岩山巨虎是你一个人拿下的？山里混饭吃，侥幸而已。小希儿，这小子当街行凶，打我的人，抢我的虎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，好好审审。说了多少遍，叫我赵大人。周虎，我看又是你强买不成，改明抢，踢到铁板了吧？大人，你怎么总帮着外人说话？我对你的一片打住！再说下去，我恶心。还有，当街强民女，罚银50两。现在就给这位姑娘当汤药费。再敢在青岩县欺男霸女，我先卸了你这只拿折扇的手，再让你爹来牢里领人。壮士，县衙有桩悬赏青岩山狼王，这2个月已害了17个过路客商。县尊有令，谁能拿下狼王，赏白银300两。你有没有兴趣试试？300两加10亩地，够给爹娘换大宅子请丫鬟了。我接了，3天之内我提狼头来县衙。他疯了吧？那狼王手下20多头恶狼，上月10几个兄弟进山，折了3人都没摸到狼毛。就是仗着有点力气吹牛逼，到时候别连骨头渣都喂了狼。杀狼王？哼，就你这德行，死山里还得麻烦野狗给你收尸。这小子能一个人放到青岩山虎，绝不是简单人物。你去跟上他，袁家收了他的虎尸，别跟他讨价还价。另外，派人跟着他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他杀狼王的消息。你现在就派人知会八连虎，让他带人摸清这小子什么时候进青岩山。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等他杀了狼王，找个没人地方做了他，狼头我们拿去领赏。青岩县谁还敢跟我周虎横？赵灵溪那娘们儿，到时候让她跪着求我。渊儿，你怎么真把大夫请来了？咱们家就剩最后2个铜板了，连抓夫最便宜的药都不够，拿什么给大夫诊费啊？娘，您别慌，我昨天上山运气好，撞见一只落单的大老虎，费了9牛2虎之力把它打死了，拉到镇上卖了个好价钱，钱够给我爹治病了。真的？你没骗娘，你没出事吧？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快让大夫给我爹看看。大夫，他爹这病还有救吗？夫人放心，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就是常年干重活，积劳成疾，又受了风寒，才一下子病倒了。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大夫，这是诊费，麻烦您一定用最好的药，只要能治好我爹的病，钱不是问题。放心，我这方子都是对症的好药，按时煎服，好好休养，不出半个月就能下床了。娘，这是剩下的100两，您收好了，不光够给爹治病，以后咱们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些了。好，我儿真是出息了，咱们家总算有盼头了。今天打死那只老虎，才发现这能力不光能变大，力道也比以前大了不少，得多练练，以后上山打猎也能更安全。虎哥，醒醒，天都亮了。喊什么喊？找死啊！都蹲整整1宿了，这小子门都没开，我看他就是怂了，不敢去青岩山杀狼王了。妈的，这小子真是个孬种，白让老子熬了一夜。走，回去，等这小子下次出门，咱们直接在半路上截他，照样能给周虎交差。
这小子出门了，我们快去通知周虎爷。看这阵仗，狼王是把这儿当档口了。你就是狼王，个头倒是不小，不过比起虎还是差点意思。才端了8个，沙子还是撒少了。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怪物果然有两下子。这是我高价买来的万蛇饮，专门吸引100米内所有毒蛇。你再能打，还能打得过成千上万的蛇吗？给我好好享受这万蛇噬身的滋味吧！怎么，怕了？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把你的秘密都说出来。我或许可以给你解药。跟我玩阴的，那就看看谁的手段更高明。放大，起！这是什么妖术？周虎，不要以为就你有吸引野兽的药粉，我让你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轻微放大。蛇！救命！快把他们赶走！周虎爷，现在你觉得是谁比较像怪物？我错了，陈元大爷，我错了！你放我出去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我爹是县城。爷爷饶命啊！都是周虎支持我，是他的错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现在求饶，晚了。别过来！救命！蛇！救命啊！青岩山狼王，壮士，真是壮士啊！您稍等，我这就去清点赏金。陈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周大人，我为青岩县除了大害，不知胆子大从何说起？少装蒜！我儿昨日前去青岩山，至今未归，反倒是你提着狼王头回来了。说，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大人说笑了，令郎带着一众家丁，我孤身一人，您觉得我能把他怎么样？青岩山凶险，或许他迷了路，或许遇到了别的野兽。您儿子不见了，应该派人去找，而不是来质问我这个功臣。你有证据吗？你周大人好大的官威！原来是赵大人。这位陈渊壮士完成了悬赏，就是我赵家的朋友。周大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想动我赵家的朋友吗？赵家在青岩县的势力远非我一个县城能比，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又是赵家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们好看。大人息怒，明面上我们动不了他，但暗地里有的是办法。小人打听到这陈渊有一未婚妻叫苏婉晴，那是身姿绰约，正值妙龄，正符合大人您的口味啊。渊儿，你回来了，钱哪来的？没干坏事吧？娘，放心吧，是猎狼的赏钱。渊儿，你年纪也不小了。你娘是想跟你说说你的婚事，其实你还有一个未过门的媳妇，叫苏婉晴。我还有未婚妻？是啊，
我跟你苏伯伯定下的娃娃亲。只是，我这场病把家底都掏空了，原本答应给苏家的彩礼也拿不出来。苏家现在见我们家败落了，就一直想悔婚。陈渊，听说你穷得连彩礼都拿不出来，本官心善，替你把人接回来了。来，认识一下你的未婚妻苏婉晴。不过从今晚起，她就是本官的第9房小妾了。周大人，求求您高抬贵手啊！我们家渊儿会想办法凑钱的，求您放过婉晴姑娘，给我们家留条活路吧。老东西，你儿子给不了的，我给。你儿子没本事娶的，我娶。你应该跪下来谢谢我才对。渊儿，忍住，民不与官斗，忍住。我苏婉晴就是死，也绝不嫁你这老贼为妾。想死？进了我周家的门，你的命就是我的。今晚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苏家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渊儿爹没用，但不能眼睁睁看着恩人的女儿被如此糟蹋。渊儿，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呀！好，他们都得死。爹娘，这里不能待了。杀了县城，官府很快就会派大军来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月儿说的对，快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带上，天亮之前我们必须离开青岩县。渊儿，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？去青岩山深处，那儿有我以前打猎时发现的一个旧山洞，很隐蔽。这些必须带上，但不能太重。这一点小把戏，走吧，天亮前必须赶到。就是这里，里面很干燥，还有以前猎人留下的皮子。是马蹄声，追兵来了！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要出来。站那儿，围住他！不能让他们靠近山洞。放大！小心，这小子有古怪！再放大！不行，能量消耗太大了。下马，跑过去追！渊儿，你受伤了？只是有点累，带着爹娘和婉清，速度太慢，目标也太明显，只能这样了。爹娘，婉清，我们不能一起走了。渊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体力消耗太大，手环能量也不稳，接下来可能无法频繁使用能力。如果一起走，一旦被大队官兵追上，我们谁也逃不掉。那怎么办？你们留在这里，这个山洞很隐蔽，洞口有藤蔓遮盖，不易被发现。我带大部分干粮和银两往另一个方向走，引开追兵。不行，渊儿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娘，只有我能引开他们，你们留在这里反而最安全。等我甩掉追兵，立刻回来接你们。渊儿说的对，我们跟着只会拖累他。这些够你们撑3、5天，记住，除非我回来，否则绝不要出动。渊哥，你一定要回来。我会的。我们的儿子
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毛头小子了，我们要相信他。儿，这边有个藤蔓挡着，要不要扒开看看？这藤蔓像是被人动过。给我放大！那边有人，追！别管这山洞了，肯定是那小子想调虎离山。妈的，这兔崽子跑得倒快，都给老子跟紧了！堵死退路！不准乱，往前冲，抓住他才是活路！恢复原样。他在坡上，放箭，给老子射死他！头，这林子太紧了，不对劲儿啊！闭嘴！仔细搜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在这儿站住！抓到你，一定叫你好看！这2块石头再放大一点。石头在动，要塌了，快退啊！出来，给老子滚出来，正面打！你这只会躲藏的鼠辈！烧！给老子放火烧了这片林子！我看这鬼东西还能往哪儿藏？把它给我烧出来！这一片的土石，给我起来！这是什么？爹，娘，我请。儿啊，别过来！快跑，儿子！是你！放开我家人！陈渊，你果然身怀隔空变物的神通。巨石震退追兵，还有那避火的伎俩，有两下子。你不是普通人，应该早就盯上我了吧？要杀要剐冲我来，放了我的家人！这样吧，你当众展示你的神通，只要本宫亲眼见证，立刻放人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抓了我家人捆在桩子上，现在跟我谈条件？凭你打不过我们，你没得选。那你先松绑，我亲眼看着我家人退到安全距离，自然给你看你想看的。好。谅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，松绑。就这，巴掌大的小铁锹子，铲狗屎都嫌费劲。这小子怕不是个江湖骗子吧？刚才还是巴掌大，怎么？石头碎了，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砸石头算什么本事？石头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本宫要试试你实战的能耐。黑渊，上！又变大了，这次是斧头，它到底能变多少东西？
不行，不能硬扛，这畜生的力气比黑风山那头狼王大了10倍不止，得找他的破绽。小心！陈远，快躲开！别打了，求求你们，要杀杀我老头子，放了我儿子！糟了，手环能力告急了，不行，不能认栽，我还没救爹娘和婉清出去。黑猿，退下。陈渊，你杀害朝廷命官，按大药律是满门抄斩的死罪，但现在本宫可以给你一条活路，只要你效忠本宫，为我征战5年。本宫不仅赦免你所有罪名，还保你家人一世平安富贵，无人敢欺。目前手环能量不够，硬拼就是找死。暂时低个头服个软，先把爹娘和婉清保住，等我攒够本事，再做今后打算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就这么答应了？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本宫果然没看错你。本宫赵灵溪持陛下御赐令牌，今日当众宣旨，赦免陈渊所有罪名，其家人无罪，任何人不得追责，违令者斩。公主千岁！不用砍头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梦，咱儿不用死了！笨蛋，差点被拍死了还逞强。他费这么大劲抓我家人是我本事，绝对不可能只是要我当个普通下属，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陈渊，本宫不是闲着没事跑了几百里来逗你玩的。北境戎狄举兵30万南下，边关连丢7城，朝廷无人能挡。你的变物神通是唯一破局的法子。随我回京抗敌，你家人想勋爵俸禄，若不答应，那杀害朝廷命官的案子，本宫就是想翻，也翻不过来了。我跟你走，但你得保证我家人毫发无损，不许任何人找他们麻烦。一言为定，银翼军会护送他们去京城别院安置，有这块牌子在，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手指。给你们留2刻钟叙旧，等会儿即可出发。娘，这块牌子您收好，不管谁拦你们，拿这块牌子给他们看。到了京城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别省银子。渊儿，你跟娘说实话，那位公主是不是要让你上战场？去吧，去把你该做的事儿做了，别担心我和你娘。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，不是病好了，而是有你这个儿子。渊哥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叔和婶子的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她竟能操控鸟兽探路，这女人的实力比我预想的恐怖得多，日后必须加倍小心。公主，大事不好！居庸关紫江关3日前被戎狄攻破，守将殉国，敌军前锋已经过了易水，距京城不足800里。所有人放弃休整，即刻加紧赶路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赶到下一个驿点。居庸关和紫荆关的账，本宫要亲自跟戎狄人算。撤！京城既然都不安全了，我得尽快在北境站稳脚跟，攒够功劳和底牌，把家人接出来。陛下有旨，特设骑兵营，封陈渊为骑兵营校尉，敕比600士，统管营中所有事务，即日生效。末将韩猛，京郊大营出身，在北境拼杀12年，斩敌手300余，才混上个对正。你个毛头小子，无寸功在身，凭什么当校尉？好，打了12年仗，还让戎狄打到了雁南关下，守不住边关的军功，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？这个新来的敢这么跟韩对正说话，有仔细看了。不服的随时可以找我比划，但比划之前想清楚，想不想先进依仗？别以为有公主撑腰就能嚣张，老子在北境流了12年血，见多了你这种仗着上面有人来镀金的纨绔子弟。告诉你，我1个兵都不会拨给你，
识相的赶紧写请辞滚，免得上了战场丢人丢到阎王殿，还害死跟你一起的兄弟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能嚣张多久！报，公主，我军运粮队在30里外乱石坡遭戎狄精锐骑兵截杀，守粮弟兄死伤过半，粮草眼看就要被劫走了。陈渊，本宫命你即刻带队前往乱石坡救援运粮队，夺回粮草。公主，末将愿意拨给陈校尉50名府兵，助力他破敌。府兵全是老弱病残，连刀都拿不稳的新兵蛋子。老韩这招真阴，这府兵还没稻草人机灵，摆明让陈渊去送死啊！50个府兵足够了，收拾这帮骑兵跟玩似的。末将领命。校尉大人，咱们就这点人，对面可是几百个戎狄骑兵，这挂了连个响都没有啊！把这些防滑链拴在绳子上，一会儿听我指令拉起来办吧。咸鱼竿扔出去之后捂鼻子就行。这铁链子这么轻，能行吗？这咸鱼竿能砸死人？嘘！冲过去，宰了这帮杂兵！变大！快撤！这是龙门法器，汉人请了龙门的人来，回去禀报大王，快！校尉大人真是神人，我们这些没人要的废物，居然真打赢了300骑兵。我这一把老骨头干死了10几个兵，回去跟婆娘说，她肯定以为我喝多了吹牛。这有什么？都是些普通玩意儿罢了。今天这仗能打赢，是你们自己的本事。以后谁再说你们是废物，让他来找我。誓死效忠校尉大人。陈渊50府兵击破300戎狄精锐，保住军粮，记首功，赏黄金100两，擢升骑兵营正4品统领。听说他们拿几条咸鱼竿就干掉了300人，你他娘的大白天发什么癔症？陈头，之前是我韩猛有眼不识泰山，这碗酒我敬陈头，给你赔罪了。小心！韩猛，你当众偷袭上官，按大药军规当腰斩弃市，你有什么可辩的？殿下，末将只是想试试他的成色，若真上了战场，敌人可不会留情。陈统领，你是受害者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不必处置，公主。韩猛行事虽鲁莽，却并非出于私怨。他是个北境打了12年的老兵，只是怕我不懂兵，瞎指挥害了营中弟兄，情有可原。好，看在陈统领求情的份上，免你死罪，降为骑兵营队正，当杖20，念你初犯，留在陈统领麾下戴罪立功。若再有下次，定斩不饶。末将谢公主不杀之恩，谢陈统领。别摆出一副我要折辱你的样子。你之前偷袭我，宁愿背上杀头的罪，也要在出营前把我砍了。是因为这样，至少不会死更多弟兄。我说的对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要是只会靠旁门左术混功劳，我韩猛砍你一刀，能换几十个弟兄的命，值！以后练兵凭真本事说话，
要是我练出来的兵打不赢戎狄，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把这个统领的位置让给你。好，只要你真能带弟兄们打胜仗，我韩猛这条命就是你的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要是做不到，我照样把你从统领的位置上拽下来。行，到时候你要是能拽得动，算你本事。小娃娃才多大，就敢来当我们的统领？老子当年在北京砍人的时候，你还在你娘怀里吃奶呢。就是，看着还没我儿子大。会拿刀吗？别上了战场先尿裤子。我知道你们不服，没关系。从今天起，骑兵营废除所有花架子队列、枪花训练，我们只练一样：实战杀人。比如这枪，在你们手里只能戳人，而我加厚、加重。那可是800斤的练力锁，我的娘啊！一枪下去碎成渣了。到我手里就能变成长脚弹。我的能力可以配合你们的任何武器、任何想法，只要你们的脑子够活，胆子够大。校尉，你说真的？俺的大刀也能变？可以变重，增强劈砍，也可以突然变轻，让你出刀更快。手环能量耗尽，将反噬宿主赵灵溪，亦非可脱之人。报公主，辎重车队全陷泥沼里了，拖出来最少3天。铁壁关的兄弟快撑不住了，随时可能破城。3天？等咱们爬过去，铁壁关都改姓戎狄了。公主，末将有办法，半个时辰就能解决辎重问题。陈统领，军中无戏言。末将什么时候说过戏言？我是不是饿出幻觉了？陈统领果真有鬼神莫测之能。小事一桩，传令全军提速，今天就能到铁壁关。公主，您可来了！我们已经守了3天3夜，弟兄们快扛不住了。练厚，练重。连接处给我小。神人，校尉大人，真是神人下凡啊！神人！得陈统领者，如有神助。手环能量快不够了，这铁壁关的仗没那么容易打。这是什么仙法？棉甲居然凭空变大了！
老夫从医40年，从未见过这般奇事。陈渊，怪了，脉象虚浮到极致，像是内力透支到油尽灯枯。可他明明没有半分内力。传我命令，临时剥夺陈渊指挥权，立刻送回主将营帐休养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陈统领，你可算醒了，你都昏了2个时辰了。公主，陈统领的伤是过度疲劳导致的透支，好好休养几日就能痊愈。本宫就不绕弯子了。铁壁关粮草仅够支撑10日，戎狄粮营藏在北面黑风峡谷深处，四周机关密布，重兵把守，强攻根本打不进去。断粮的话，10万守军全得死在这儿。我可以用缩小能力，把奇袭的死士缩小成拇指大小，顺着峡谷排水道前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烧掉粮营。本宫选30个精锐死士归你调遣，子时行动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保证把熔蝶粮营烧得一干二净。只剩2个时辰休养，这次行动要是能量耗尽，手环废了不说，这条命也得搭进去，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见爹娘和婉清。统领，所有物资清点完毕，每人都带了干粮和引火物。这只赤猴狼探过3次戎狄防区山道，绝不会走错。很好，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准慌，不准出声，跟着赤猴狼走。现在所有人向我靠拢。缩小。啊！我的天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？统领，这也太神了！前面那条兽径只有拳头宽，戎狄根本不可能设防，跟着走，半个时辰到粮营。大药那帮懦夫缩在关里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有什么好守的？统领，都布置好了。给我放大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火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有大药的妖术士。统领，你怎么样？能量透支，快按预案撤进安河。速撤！陈统领，你上次过度催动手腕的反噬还没压下去，要是再敢动用能力，气血逆行，当场就会暴毙，必须静养至少1月。探马刚传的消息，戎狄调了12名萨马随军，他们的咒术专门能压制你那手环的能力，这仗你别打了，我安排人送你去后方。不行，铁壁关后面就是3县18村的百姓，我要是跑了，他们全得成戎狄的刀下鬼，守土有责，我不可能撤。我本来就是消防应急员，保的就是群众平安，哪有临阵脱逃的道理？好，本宫和你一起守着铁壁关，共存亡。统领，西城墙被冲开了个口子，弟兄们快顶不住了！
就是现在。陈渊，再顶不住城墙就要破了！统领，咱们弓箭最多是300步，那主帅在1000步外啊！这是消防远程抛射器，射程3000米，杀他易如反掌。天法是天法，陈统领是神人。陈渊，陈统领不仅内力透支重伤，还沾了戎狄萨满的咒术。更麻烦的是，他绑定的手环本源能量彻底耗空受损，找不到修复法子，最多活不过半个月。得找蕴含极强能量的高能能量晶，才能给手环补能量，把咒术侵蚀逼出来。皇家天宫院藏着历朝历代搜罗的奇珍异宝和秘典，大概率有你要的高能能量晶。你随我回京一趟。好，我跟你回京。我连戎狄10万大军都不怕，还怕他一个通敌的二皇子？天宫院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陈渊斩首戎狄主帅，解雁门关3月围城之危，救3县百姓于水火，旷世奇功，当赏。陛下，陈渊是白身猎户，按祖制最多封都尉，封侯过于破格。戎狄10万大军压境时，你们怎么不提祖制退敌？朕意已决，封陈渊为镇永侯，食邑千户，赐天宫院全境查阅权限，所需物资优先调拨。臣谢陛下恩典。天宫院权限来的正好，刚好能查高能能量晶线索，修复智能手环。恭喜陈侯爷，当真少年英雄。陈侯爷，这层古籍都是荒诞奇闻，都是古人臆想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找到了，高能能量晶产自南疆10万大山独杖谷，内廷司库藏有3枚，刚好能修复我的手环。你怎么看懂的？这记载我琢磨半辈子都以为是胡话。这是基础能量守恒原理，很难吗？走水了，你哥走水了！终于把高能能量晶的线索整理出来了。砍下他左手，把手环抢过来！不好，服毒自尽了。是内廷直属侍卫，除了陛下和几位皇子，没人能调得动。侯爷，查到高能能量晶的确切下落了，就在南疆独杖谷。不管幕后黑手是谁，敢动我的人，我会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启奏陛下，昨日潜入镇永侯府刺杀陈渊的刺客已全部招供，主使者正是二皇子赵景。这是刺客画押的供词，与二皇子府专属侍卫腰牌，证据确凿。血口喷人，这都是陈渊伪造的假证据。他是戎狄派来的细作，能凭空变武器的手环，就是戎狄萨满的妖物，专门祸乱我大妖。陛下，妖物祸国乃是大忌，恳请陛下收小妖物，将陈渊下狱彻查。没错，区猎户出身，怎么可能有退敌奇术？分明就是妖术。放你娘的屁！上个月雁门关被3万戎狄围得水泄不通，这群狗官怎么不上阵退敌？够了！陈渊解雁门关之危，救3县18村百姓，功在社稷。刺杀案证据不足，容后再查。无凭无据，不得污蔑功臣。退朝。
这是刚送到的密报，赵瑾早就暗中跟戎狄私通，卖了3座边关城池给戎狄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刘京和我联手扳倒他，要么离京暂避锋芒。刘京硬拼太消耗实力，我现在手环受损，打不了持久战，必须去南疆找高能量晶修复手环。我选南下。明智，南疆独杖谷确实有高能量晶矿脉，我会去安排人手和物资。3日后，我们在南城门会合。陈渊想南下找能量晶修复法宝，我早就在沿途布下18道杀警。这次要让他有来无回，死在南疆。渊哥，我来迟了。婉晴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把叔婶安置在京城别院，还派了护卫。这半个月，公主教了我不少南疆独杖谷的生存本事。我自请来给你当向导。你为了大家拼命，我绝不能只在京城享福，我得帮你。好，有你在，事半功倍。我们现在就出城。奉二皇子殿下令，严查南下可疑人员。郑永侯，你的通关文书涉嫌伪造，来人，把他扣下！我的通关文书是陛下亲自批的，你敢说它是假的？二皇子这是要公然抗旨！我只认二皇子殿下的命令，别拿陛下压我，给我拿下！住手！谁敢放肆？圣旨在此，镇永侯陈渊奉旨南下查办南疆巫教一案，谁敢阻拦，以抗旨论处，当场斩首。属下瞎了眼，属下不知有圣旨，殿下入罪，属下这就让路。这里面是解南疆瘴气的解毒丹、干粮和沿途暗卫联络标记。经理，你放心，你家人那边我会派人保护，你们路上小心。多谢公主，等我找到高能量晶修复手环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帮你清了二皇子这个通敌的毒瘤。多谢公主栽培之恩，我一定帮渊哥顺利找到独杖谷的入口。这南疆之行虽险，但我必将能量晶带回，彻底解决后患。前面30里就是毒巫教外围势力的活动范围，那帮山贼比戎狄还狠，抢完财还要害命，我们得加倍小心。我这手环现在只剩不到10%的能量，非到生死关头，绝对不能动用消防手环里的道具，否则直接锁死就麻烦了。二位客官，2碗粗茶，一共20两银子，结下账吧。你怎么不去抢？一碗破茶要10两。识相的，把身上的银子宝贝都交出来，这小娘子留下来陪兄弟们乐呵乐呵，还能留你个全尸。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把你碎尸万段！妖法，他刚才喷的是邪术，老大直接被他割口打飞了，这是妖人啊！你怎么样？是不是能量透支了？没事，就是消耗有点大，我们赶紧走，这地方不能久留。就是那2个妖人伤了老大，兄弟们围上去，抓活的赏银子。
糟了，手环撑不住了，这次真麻烦了，得快跑。这是我刚采的醒神草，只能暂时压下你体内的能量反噬，根治不了。没事，再撑100里就是毒杖骨，等拿到高能能量晶，手环就能彻底修复，反噬也就根治了。好精纯的灵气欢豆，果然是宝贝！把你手上的镯子交出来，爷爷给你个痛快死法！我这几个弟子练了毒将功，刀枪难入，我看你拿什么挡？玄门异术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撑不住了，一起上，把镯子抢下来！快，把供桌旁边的铜香罐和干草堆打翻！混账，敢烧爷爷的庙，要把你剥皮抽筋！都进来，追！就算追到毒雾杖骨，也要把那小子的镯子抢回来！前有瘴气，后有追兵，手环马上要关机，这次麻烦大了。奉二皇子殿下令，严查毒雾教习所，你们俩形迹可疑，来人，搜身，扣进大牢慢慢审。我看谁敢碰！我们是奉圣旨查案的官差，你敢抗旨？圣旨，在这黑石隘，老子的话就是圣旨，给我拿下！能量只剩最后一点，速战速决。想抓我们？先问问老天爷大不大？天降异象，这是老天爷发怒了。这俩人是神人，老天爷都帮他们，放狗屁！肯定是那两个妖人搞的鬼！快挖，挖通了追！堡主，这石头堆得密不透风，没3、5天根本挖不通。渊哥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能量透支了？我没事，手环应急能量耗尽了，前面就是毒杖骨，快进去！能量晶就在眼前，不管里面有什么牛鬼蛇神，我都要把它拿出来。小心，这血毒沾着就死。刚才能量反噬犯晕，没注意到，多谢。按地图标注，再往西北走15里就是毒杖骨核心，高能能量晶大概率就在核心的地脉眼附近。别出声，听，什么声音？刚才太险了，要是被这虫巢裹住，咱俩连骨头都剩不下。是毒雾教的集合信号，我们的行踪早就暴露了。这是我自制的防瘴药，塞在衣领里能挡3个时辰瘴气。我知道你要进毒杖骨找能量晶，
特意跟老药师学了半年障区生存知识。多谢你，等拿到能量晶，我一定先送你出。这藤有毒，别碰。我们从左边绕。元哥，我踩中流泥了！我去年见过邻村猎户陷进流泥，全村10几个青壮年拉了半个时辰，非但没拉上来，反而把人拽得越陷越深，最后沉了下去。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叫三角固定救援法，基本操作而已。刚才用了点能量拉你，有点反噬，没事儿。刚才被毒藤刮到了，这藤毒没解药的。这是我攒了半年，跑了10几个部落才凑齐的毒障谷深处的路线图，所有的流泥区、毒障区、毒物教的哨点都标在上面了。你一定要拿到高能能量晶，好好活着。我答应你。婉清，我一定会替你完成遗愿，所有伤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婉清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，拿到能量晶，端了毒巫教的老巢。就这点磁场紊乱导致的浓雾，也配叫生死天险？总算到入口了，高能能量晶，我来了！杀了他！用入侵者的血祭神！别激动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是来跟你们做交易的。这是治高烧的药，能治你们最怕的瘟疫。这是干粮，1块顶3天。我用这些换你们的高能能量晶，公平交易。听不懂妖人的话，把他剁碎了喂蛊虫！慢着，你是怎么穿过外围生死雾障的？那是连飞禽都飞不过去的天险。他能穿过生死雾障，这是吃人的妖物。不过是磁场乱了点的雾而已，找准方向不就进来了？有什么难的？胡言乱语！你明明是觊觎我部落圣物的恶徒，圣物镇守谷内安宁，岂能和你做这等下贱交易？手环用不了，前有追兵，后有毒虫，这下真要折在这里了。外来恶徒，中了我族蛊神咒，插翅也难逃。危险元素源，所有干扰都来自这晶柱，炸了它就破局了。我的蛊神咒怎么可能被破？破了蛊神咒，这到底是人是神？找到能量源炸了就行，多大点事儿？能量全满，高级权限解锁，这下有底气了。这蓝光难道是预言中的圣主降世？恭迎圣主降世！我族等了100年的圣主终于来了！恭迎圣主，圣主庇佑我！什么情况？我刚炸了你们的圣柱，怎么就成圣主了？请圣主带领全族诛杀通敌的2皇子赵景势力，为惨死的圣女苏清渊报仇。
你们真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天命使者，就是来找高能能量晶的。此前我族误将圣主当作外敌，煽动刀兵，多有冲撞，还请圣主降罪。这是我族传了300年的预言，手环放光，圣物认主，就是您降世的征兆啊！还真挺像。这本来放着完整的能量晶，是我族镇守毒瘴谷的圣物。300年前，毒巫教抢了7块碎片，逃到谷中，操控毒虫，释放毒瘴的邪能，全是从碎片里来的。只有您的手环能吸收这些碎片的能量。您要是不出手，毒瘴谷的百姓迟早要被毒巫教毒戮干净。我当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回收能量碎片吗？没问题。属下猎豹是部落猎手队队长，我带了10几个最熟悉毒瘴谷地形的猎手，听凭圣主差遣。这些驱瘴物资您拿着路上用，这些低阶能量晶也能给您的手环补能。行，谢了。二皇子赵景勾结戎狄，举10万大军突袭京城，守军最多还能撑3天。晚晴的仇还没报，毒巫教还没清晓，可京城要是破了，大药就完了，千万百姓都要遭殃。我该选哪边？来者何人？出示营房腰牌，报出今日口令。怎么，现在回营还要搜身？陈少尉恕罪，最近营内戒严，卑职奉命行事。你带兄弟们到营外西侧树林暂候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靠近营区，也不许和任何人起冲突。是，圣主。你可算回来了。末将陈渊，幸不辱命，已经说服毒瘴谷部落出兵驰援，共抗戎狄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们现在遇到了双重死局。二皇子赵景在朝中构陷银翼军，通敌卖国。父皇已经下旨，3日后断我军全部粮草辎重。还有更糟的，戎狄最近找了一批萨满搞邪门咒术，加持过的攻城弩射程平时远1倍，已经接连破了我们3道外围防线。兄弟们，伤亡已经过万了。公主，再拖下去，不等粮草断供，戎狄就能直接打到雁门关下了。末将愿意带敢死队出阵。我们方才已经商议过，唯一的破局法子，就是今夜子时突袭戎狄核心据点，毁了他们的萨满祭坛和攻城弩工坊，才能彻底扭转战局。末将愿为先锋，亲手撕开戎狄的防线。不行，那些萨满的邪术能控兽，还能干扰兵器，你去就是送死。放心，我专门克这些邪门歪道，他们的咒术对我没用。好，我给你拨300最精锐的突骑，全部配备最好的甲胄兵器，归你全权调遣。末将领命，必破戎狄据点。只要打赢这一仗，夺回北境兵权，我就能调派全营人手对付二皇子这个毒瘤。糟了，我们中埋伏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赵灵溪，你的行军路线早被二皇子殿下送来了，今天你们插翅难逃。列顿阵，往谷口撤！不好，这邪术在吸我手环的能量。坏了，萨满的咒术能干扰手环的能量场，大杀器用不了。大药的崽子们，今天就把命都留在这里喂狼！
快带上，能挡毒物。这是什么奇怪法宝？竟然连萨满的迷魂烟都能防！所有兄弟，把防火毯沾了水，捂住口鼻。这邪门的绿雾居然真的挡住了！陈校尉，你这是什么宝贝？这叫消防面具和防火毯，挡点毒物而已，算什么大事？山壁太陡，我们的弓箭射程不够，根本冲不上去。这是要做什么？送他们一份大礼。我感觉力气又回来了，陈校尉的法宝真管用，萨满倒了，邪术破了，兄弟们不怕了。你用的什么妖术？就你们这点破邪术，也配叫妖术？银翼军听令，全军发起反击，随我杀出落英县！报公主，龙敌3万骑兵正从山口急速赶来，最多1炷香的功夫就能到。中敌后援最多1炷香就到，这何太急没法调动，搭桥至少要3日，咱们撑不住啊！陈校尉，这是什么？折叠应急钢桥，搭个桥而已。我的娘，这桥成了！银翼军听令，快速过桥！哈哈哈！大药狗贼，你们以为过了河就能跑？今天爷爷就把你们的脑袋都砍下来当酒壶！你拿个破铁棍也敢挡爷爷的刀，找死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来拦路？敌将已死，杀呀！公主，咱们这次伤亡2000，歼敌8000，还斩了戎狄主将哈尔士。戎狄残兵已经退了，没追过来。好，你安排人布防轮流休息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往雁门关进发。是。立刻将战况之事800里加急呈报父皇。赵灵溪不顾劝阻，贸然带银翼军深入敌境，如今多日音讯全无，定是通敌卖国。恳请陛下下旨，收回北境兵权，将赵灵溪捉拿归案。报！北境800里加急，捷报！启禀陛下，银翼军在洛英县大破戎狄，斩敌主将哈尔赤，歼敌8000，已经成功突围，10日之内即可解雁门关之围。好，好个赵灵溪，好个陈渊，果然没让朕失望。传朕旨意，晋封赵灵溪为镇北大元帅，统领北境所有兵马，赏黄金10000两。陈渊破敌首功，晋封骑兵营参将，赏黄金1000两。所有弹劾赵灵溪的奏折全部驳回。陛下圣明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居然让他们打赢了！殿下息怒，我们还有后手。立刻传信给北境的内应，雁门关庆功宴的时候，设伏截杀赵灵虚和陈渊，务必让他们有去无回。另外，派人去京城盯着陈渊的家人，找机会抓来当人质。我倒要看看，陈渊是要效忠赵灵溪，还是要他家人的命？陈兄弟，上次洛阴峡要不是你断后，破了萨满邪术，又造出桥救了全军，我们这帮老兄弟早就喂狼了。这碗酒我干了，你随意。陈渊，你这次大破戎狄，又破了萨满咒术，已经成了二皇子赵进的眼中钉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上次洛英峡的埋伏，就是我们的行军路线被朝中内奸泄露给了戎狄。你往后不管是练兵还是出营，都要多加提防暗箭，身边的人也要仔细筛查。我这边你放心，
已经找到了克制戎狄萨满咒术的法子。只要有足够的能量晶，那些邪术伤不到我们的人。那就好，我已经给你拨了3000精锐新兵，你这几日先专心练兵，熟悉手环的力量。朝堂那边的压力我先帮你扛着。进。殿下，京城800里加急，陛下突发重病，昏迷不醒。二皇子赵瑾已经联合朝臣，暂代监国，掌控了所有兵权，还下了旨要召您回京述职。报公主，报陈将军，戎狄王庭集结20万大军，由大单于亲自率领，已经攻破了狼居臾障碍口，3日之内就能兵临雁门关下。本次行动2个目标：一是核实戎狄兵力集结数量；2是查找萨满咒术能量源。都把装备穿好，别露破绽。有这宝贝，兄弟们前路稳了。左前方300米，3波巡逻骑兵，所有人贴地隐蔽。陈校尉，这啥玩意儿？我咋啥都看不见？这是高倍望远镜，能看清2里地外的细节，盯紧营地中间的攻防。不对啊，戎狄造的刀全是歪把，这工坊里造的全是中原制式环手刀和扎甲，工匠脖子上还挂着锁链，都是大药的人。戎狄手工冶炼零件误差半指宽，他们背后肯定有内奸撑腰。我守北境10年，戎狄啥手艺，我门儿清，铁定是二皇子那狗贼通敌。阿猛，你带2名斥候留在这里，摸清楚攻防产量和军备押送路线。我去王庭核心区找萨满能量源。不行，王庭里3层外3层全是守卫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人多反而容易暴露，我有装备，没问题。陈将军，那3队是萨满亲卫，半柱先换一次岗，再往里就是黑石围墙，连飞鸟都闯不进去。找到了，邪素源头就在那里。你去西边乱石岗藏着放哨，我半个时辰没出来，就扔信号弹给外围斥候报信，不用等我。这就是高能能量镜，萨满咒术的源头果然是他。有入侵者，抓住他！这是什么邪术？萨满大人连咒都没来得及放。什么邪术？格斗术罢了。陈将军，快跟我们走！东西拿到了？拿到了，就是这个高能能量晶，萨满的咒术全靠它供能。报！戎狄上千精锐骑兵，距此不到5里，最多1炷香就能到。所有人放弃原路线，改走靠近青岩山的隐秘小路，全速撤离。你带队伍先走，我留下了断后。你带队伍先走，我来断后。这帮骑兵要过来，必须过这个隘口，我有办法拦着他们。邪术，这是邪术！将军，我们刚得到消息，戎狄已经调集了上万大军，天亮之前就要封山搜捕。这兽毛和当初山洞里留下的一模一样，青岩山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这是我潜入戎狄王庭拿到的二皇子赵景和戎狄大汗私通的密信，还有这3年他们走私甲胄粮草的全部往来凭证。好个狗贼！我在北境拼死守着国门，他竟然敢通敌卖国，拿大姚100万百姓的命换他的太子之位。这是戎狄全境的布防图，连他们藏在燕山山谷的秘密粮草库、萨马祭坛的准确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前后派了3波侍卫去探，折了10几个人都没摸到粮草库的边。你是怎么拿到的？用消防应急手环里的热成像测绘仪，无人机航拍的，误差不超过10米，比人工探听精准得多。你这份布防图抵得上10万大军，此番立下盖世奇功，
我赵灵溪替北境百万百姓谢过你。分内之事罢了。我刚才进营的时候，看见京里来的传旨宦官了。京中局势现在怎么样？二皇子知道你拿到了他通敌的铁证，不仅扣了我们3个月的粮草军需，还下了圣旨，说你私通戎狄，擅闯敌营，坏了和谈大局，召你即刻回京问罪。明面上是问罪，实则是要杀你灭口。折子被我以军情紧急为由暂且压下了。5年之约快到了，约期将满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5年前你我约定为朝征战5年，算日子只剩3天就到期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陈渊，我给你2条路选。第一条，我给你黄金1000两，全国通行的暗牌1块，你带着家人隐姓埋名，远离朝堂纷争，没人能查到你的行踪。第二条，留下来，跟我一起守北境，先平戎狄，再清朝堂奸佞，博一个家国太平。将来论功行赏，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陈校尉，考虑的如何？只要你肯留下，我保你日后封侯拜相，权大要，没人敢动你分毫。我拒绝。你想要什么条件大可提，黄金、美人、封地，只要我能办到的都可以谈。我不需要这些虚的，我可以跟你合作，但不是君臣从属，我们是平等盟友，谁也别号令谁。古代这套君为臣纲的破规矩我可不吃，当了他的下属，日后行事还要受他节制，太麻烦了。好，我活了20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敢跟我谈平等合作的人，有意思，我答应你。初识你时，本宫确需一柄能展开困局的利器，但如今，陈渊，我是你国之干将，亦为可信赖的战友，有些事也该让你知道。父皇他并非偶然病重，皇上，父皇半个月前突然昏迷，太医院查不出病因，我暗卫查到是二皇子赵景勾结戎狄萨满，给父皇下了慢性咒毒，只有萨满手里的解药能救。好一个卖主求荣！他不仅扣我北境粮草，还私通戎狄，许诺割让北境3000里土地换戎狄支持他登基，拿百万百姓的命换他的龙椅。陈渊，我要你帮我。这是银翼军暗卫营和骑兵营的调令虎符，持符者可调遣我暗中培养的所有暗卫精锐，不受任何人节制，包括我。殿下，既为盟友，当坦诚相待，共担风险。多谢殿下信任，陈渊也有一事相告。此邪物就是寒辐射的高能量晶，近日我尝试用手环接触它，发现虽缓慢，但确实能净化其邪气。净化之后不仅没毒，还能当能源驱动新式武器，甚至能给我的手环充能，纯粹是变废为宝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害人的邪物还能用？是的，我已经拟定了3级行动方案，短期3个月，用转化的能源装备骑兵营，整训出一支能碾压戎狄骑兵的精锐。此计划可以马上实行。第二，中期突袭戎狄核心祭坛，抢他们的高阶咒能晶，既断他们咒术的根，又能供我们使用。夺取高阶咒能晶风险极大，但若真能成，也能增强我方实力。此事需从长计议，等待时机。第三，长期拿着二皇子通敌的铁证，清剿朝堂边关所有通敌势力。此计若是成了，北境之祸可解。我赵灵溪今日以银翼军统帅之名起誓，与你陈渊结为生死同盟，同进同退，绝不相负。同进同退，绝不相负。调令虎符，高阶咒灵晶，消息太大，必须立刻传回京城，禀报二皇子。现在皇帝被二皇子下了咒毒昏迷，赵景坚果通敌，戎狄10万大军压在雁门关外，局势已经烂到根了。接下来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整训骑兵营，造出足够新式武器扛住戎狄进攻；第二，找够高能量晶给手环补能，否则储物和扫描功能用不了；第三，彻底拔除二皇子的势力，绝不留后患。
不明能量异动，看来这北境还有我没摸到的东西。我把暗卫和骑兵营的调令都给了陈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冒进了？公主明鉴，眼下整个大药能解戎狄咒毒、挡得住戎狄骑兵的，只有陈校尉一人，和他结盟是唯一的活路。二皇子扣了我们3个月的粮草，再不想办法调粮，不用戎狄打我们自己先垮。你明日一早带我的私印走水路去苏州找赵家主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奴婢领命。我们前天刚经过一轮内奸，这脚印是今天才踩的。大营里还有赵炯的暗探没清干净。陈渊的咒能净化方案，我们结盟的事都是最高机密，一旦泄露给赵炯和戎狄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北境。你们知道为啥朝廷连着砍咱们2个月军饷？还不是新来的那个陈校尉撺掇公主，把银子都挪去造什么劳什子新式武器了。咱们卖命的钱全给这外人拿去讨好公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是二皇子监国故意扣的呢。那还能有假？我远房表哥在公主帅帐当差，亲耳听到的。这陈渊就是个灾星，来了北京，咱们就没好日子过。放屁！狗娘养的东西，造谣都造到陈校尉身上了。军饷是二皇子赵瑾那狗贼故意扣的，跟陈校尉有半个铜把关系。你是收了谁的好处，在这恶意挑拨军心？队长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听别人说的就能瞎咧咧？来人，拖下去打20军棍，罚去西风口守3天夜哨。再敢造谣生事，直接按通敌论处砍了。主营怎么会遭袭？公主，不好了！西北角营区突发营报，兄弟们互相砍杀，已经死了20多个人了。他娘的！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作乱，末将申请500亲卫去弹阳，敢动手的当场格杀。是啊，公主，营销扩散起来，全营都要完，必须立刻下死手镇压。等会儿，这不是普通营销。陈校尉，你说啥？不是营销是什么？是戎狄的萨满咒术。之前我研究过他们的咒术特征，发作时人双眼赤红，丧失理智，不知道疼痛。普通营校的士卒至少还知道求饶避险。你仔细听听外面的动静。你有几分把握？10分。之前我就监测到营地周边有异常波动，就是他们在偷偷布咒。我信你，北境的兵权你先拿着。好。中军辎重营所有兵马任你调遣，我给你全权处置权，务必把咒术挡在核心营区之外。放心。我带中军卫队排查中军营异常，绝不让歹人混进核心区。末将去梁营值守，谁敢碰梁头，我砍了他脑袋。我带2个亲卫去西侧伤员营，转移未被感染的伤员。装神弄鬼，死！你这是什么妖法？什么妖法？这叫杠杆原理，土狗！赵景的人动作倒是快。陈校尉那边出事了，留一半人守在这里，其他人跟我来。韩队正急着去哪儿啊？滚开！耽误救陈校尉，我砍了你的脑袋！
韩队正别急，你青岩县卧病在床的老母亲，最近有我们的人精心照顾。你要是敢去救陈渊，你娘的药里可要多加点东西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袖口露出的戎狄狼头自信，你是戎狄安插的卧底。韩队真好眼力，可惜你卧病在床的老娘现在还在我们手里。二皇子殿下说了，只要你归降，找机会偷到陈渊的手环，不仅你娘活命，还封你当北境骑兵都统，享不尽的荣华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老子这条命都是陈校尉给的，不是卖友求荣的畜生！是，给脸不要脸！上！不用追，我早就在他身上扎了慢性毒针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必死。咱们先去跟刺客头目会合，先拿陈渊的手环。萨满咒符能干扰电子设备。陈渊，你的宝贝手环用不了了吗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给我上！死！狗贼，休杀我兄弟！你，陈校尉，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。小心他们的目标是你手上的手环，还有我娘。陈渊，交出手环和那块能量晶碎片，给你个痛快！手环系统最大功率输出。不好，还要拼命！一起死吧！陈校尉，公主，西北角营区的发狂士卒已经全部镇压，共伤亡87人，全是中了萨满咒术。营销萨马邪术造乱，刺客突袭赶在同一晚，绝不可能是巧合，分明是有人里应外合，连同戎狄想覆灭我北境银翼军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公主，出大事了！陈将军帐篷遇刺，韩队正战死，陈将军那边昏迷不醒，伤势极重。带路。传我命令，全营即刻戒严，所有出入口加派3倍岗哨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出大营。脉象紊乱，脏腑受创极重，且有诡异寒气侵入经脉，能撑到现在已是奇迹。这法器本源损耗过度，连屏幕都出现了裂纹。若非先前融入了高能量晶，怕是已经彻底报废了。能救吗？救陈校尉需先稳住这法器，以其反哺宿主，但这需要大量纯净的能量，或者与这法器同源、未被污染的力量。你是说，戎狄萨满那块黑石圣物，若能被净化提炼，或许能补全这法器，甚至救陈校尉一命。但眼下陈校尉这状态，圣主，你们那边如何？我们按圣主吩咐在高处侦查，发现几个形迹可疑之人，暗中煽动营销，已全部拿下。其中一人服毒自尽前喊了句“二皇子万岁”。好，很好。陈渊，你给本宫撑住了。你的手环，本宫暂时替你保管。你答应帮本宫清剿二皇子这毒瘤，还没会做到呢。猎豹，你带猎手们持本宫手令，即刻秘密护送陈渊南下，前往苏州赵家主处。他医术通神，会有办法。那公主您，本宫要留下来，把这北境大营里里外外清理干净。有些账该算了。昨夜营西刺客潜入一事已经查明，共伤亡将士127人，3座粮草棚被焚毁，是营中内奸撕开西营角门，
放戎狄刺客入营作乱。现在我宣布3条规则：主动自首坦白者免除死罪，仅受军棍责罚；检举揭发同党者赏银100两，连升3级；包庇隐瞒者连坐满门，斩立决。公主饶命！末将糊涂啊！他们抓了我儿子，才一时糊涂开了营门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愿意检举所有同党，求公主开恩。亲卫队将这些人带下去，分开审讯，核实口供。是。奸细已揪出，但危机未除。蛮族大军正在集结，朝廷之中亦有人不愿见我北境军胜。我赵灵溪今日在此立誓，与雁门关共存亡，愿死战者留，要走的我绝不强留。现在就可以出营。我等愿随公主死战，死守雁门关。公主，混进大营的细作大概有20多人，他们除了在底层兵卒里煽风点火，还要在关键节点配合外面的刺客，对您和陈校尉下杀手。真是煞费苦心。查出幕后主使了吗？多半证据都指向了京城二皇子的府邸，但另外还有几条暗线牵扯到了北京的几个士族和粮商，他们私底下好像一直在跟戎狄做着见不得人的买卖。不出所料，一丘之貉。那几个士族粮商先别惊动，派暗哨死死盯住，把证据坐实。遵命。另外，韩猛校尉的遗属，我们已经派快马赶往青岩山去接了，希望能赶在杀手前面。务必保住。韩猛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本宫绝不能让他的家人再出意外。是。公主，暗卫南江部赵家主座下代号鹰眼，奉命复命。陈元人送到了。猎豹他们已经护送陈校尉改走秘密水路南下了，估摸着5天内就能抵达苏州。赵家主让我带话，他会拼尽全力保住陈校尉的命，但那件受损的法器手环，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修复。赵家主能尽人事就好。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？这是赵家主让属下成交的。此外，京中暗卫紧急传讯，二皇子代行监国之权后，已经接连罢黜，外调了7位拥护您的朝廷重臣和地方大员，而且太医院刚刚传出的脉案显示，陛下体内的毒已经深达骨髓，恐怕也就撑不过这1、2个月了。本宫知道了。赵家主嘱咐属下提醒公主，若是陛下龙驭宾天，二皇子绝对会立刻发难。北境的兵权是您手里唯一的一张底牌，也是二皇子的眼中钉。本宫心里有数，你回去转告赵家主，北境的大军翻不了天，也请他一定留住陈渊那条命。属下遵命。二哥，你非要逼得我跟你兵戎相见吗？圣旨到，镇北主将朝阳公主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北境大营屡生事端，致使营校内乱，折损兵将，更是让大将陈渊身受重伤。此皆主将统御无方，督察不力之过，着令朝阳公主即刻卸去兵权，回京述职。听候发落，北境军务暂交由副将接管。钦此。张公公，这道圣旨是父皇的意思，还是监国二皇兄的意思？公主殿下，圣旨便是圣旨，哪有您多问的份儿？还请殿下即刻交割兵符，随老奴回京吧。这旨意本宫接了。殿下识时务。不过北境军务暂交副将接管，敢问张公公是哪位副将？这自然是末将吴天雄奉二皇子殿下之命，特来协助公主，不对，是来接管北境大军。哼，吴将军，本宫要是没记错，3年前你因为贪墨将士军饷克扣东衣，被本宫按在辕门外打了80军棍，直接革职查办。怎么，如今抱上了二哥的大腿，又咸鱼翻身了？你公主殿下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提了。如今陛下龙体为和，二皇子代行监国，用人自然有新的考量，还请殿下以国事为重。800里加急，戎狄主力20万大军已经撕开了黑石口防线，
正直扑雁门关，距离这里已经不足300里了。张公公、吴将军，如今戎狄大军压境，国难当头，你们说说，这北境的兵权，本宫到底是交还是不交？命算是暂时保住了，多谢先生救命之恩。先别急着谢，他体内经脉和脏腑的重创，我用金针和汤药能慢慢温养。但最要命的兵者，在这个地方。他那一身奇诡莫测的本事，甚至是部分的生机，都已经和那件手环法器绑定在了一起。如今手环离体且受损严重，就等于是掐断了他的力量源泉，也抽走了他一部分本源。他能撑到现在，全靠之前吸收的那块高能能量晶的余韵吊着一口气。那手环，公主殿下留在北境了，说是有大用。先生，要是没有手环，臣下为他……倒也不是彻底没救，他体内残存的能量之力还可以设法去引导温养。若是能找到一块全新的、纯净的同源能量晶注入，或许能重新唤醒他的生机，甚至让他以后不再完全受制于那手环。同源能量晶，这去哪里找？公主既然把手环留下，必然有她的全盘谋划。我要是没猜错，她是想用那手环去牵制或者对抗什么人，同时也是在给陈渊争取一线生机。照着这个方子去抓药，3碗水熬成1碗，每天喂他喝3次。另外，我还需要几味极其罕见的药材，苏州一带根本寻不到，大多长在南疆独瘴谷或是北境的极寒雪域。先生只管吩咐，就算是上刀下火海，我也一定给您采回来。那倒不必去拼命，只是其中一味叫冰魄莲的奇药，只生在北境铁壁关外的雪山之巅。先生，门外有人求见，说是暗卫北境部的人有10万火急的军情要报给猎豹首领。快让他进来！猎豹首领，北境800里夹击，戎狄20万主力已经撕开了黑石口防线，朝廷那边偏偏又下了圣旨褫夺公主的兵权。好在戎狄兵临城下就急控制着大军，公主现在还极其惨烈，铁壁关怕是撑不了。公主有口信，命我务必带给您和陈校尉。公主原话：手环我留着破局，苏州的烂摊子就拜托赵家主和你们了。公主，果然如此。猎豹首领，看来这北境你们眼下是回不去了。当务之急是先保住陈渊的命。先生，救命还需要什么药？您尽管吩咐。我猎豹就算是去抢，也一定把药抢回来。用不着去拼命。那冰魄莲虽然罕见，但我早年游历北境时，刚好在一位隐居雪山的老友那里见过一株。他住的那座雪山，刚好在戎狄大军行进路线的侧后方，眼下应该还算安全。请先生告知具体方位，我这就动身。你去了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反倒容易暴露行踪。我修书一封，你挑2个机灵点的，去激发他体内那块高能能量晶的残灵之力，先稳住他的心脉。至于他到底能不能熬过来，什么时候能醒，就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小银、小金，这趟差事可是关系到圣主大人的身家性命，你们路上务必小心。拿到冰魄莲之后，片刻不要耽搁，立刻返回。首领把心放肚子里，我们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把药带回来。还有，沿途多留心北境和京城那边的消息。公主殿下那边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属下明白。公主殿下，您可一定要撑住啊！等圣主大人醒过来，我们一定杀回北境去帮您。公主，探马来报，戎狄的前锋骑兵已经在关外10里处扎营了。他们的主力大军最迟明天下午就会全部到达，而且这次戎狄大军里随军萨满的数量比以前足足多了1倍。知道了，关内的粮草和守城军械清点的怎么样了？粮草倒是还能勉强撑上2个月，但是羽箭、滚木和落石的缺口极大，急需从后方调拨补充。另外，
吴天雄带来的那3000精英禁军，一直窝在关内的校场里，既不听从调遣，也不上城墙参与防务，口口声声说是奉旨监护。监护，说白了就是监视，不用搭理这帮废物，死守传关才是头等大事。传令下去，让弟兄们抓紧时间轮换休息，明天绝对是一场血战。是。陈渊，你曾说过这手环能吸收同源的能量，是能给他重新充满能量，还是会让他彻底炸裂报废？公主殿下真是好定力，大军压境火烧眉毛了。哼，您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吹风？吴将军有何贵干？末将只是好心提醒殿下一句，陛下罢免您的圣旨已经下了，您现在可不是什么镇北主帅了。这浴血守关的苦差事，还是交给我们这些拿兵符的武将去干吧。只要您肯乖乖交权回京，末将保证在二皇子面前多替您说几句好话。吴天雄，你想干什么？只要关傲还在，本宫就在；要是关破了，本宫就死在这儿。至于你想要二皇子许你的荣华富贵，也得看你有没有命去享。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找机会给城外的戎狄萨马放信号，按我们之前定好的计划动手。他体内那块高能能量晶的残留之力，远比我预想的要霸道得多，居然已经在自行修复他受损的奇脉了。不过这速度实在太慢，要是没有强劲的外力刺激，估计还得在床上躺上1-2个月。那派去北京雪山采的冰魄莲，路途遥远，最快也还要10天半个月才能送回来。况且那冰魄莲主要是用来拔出他体内的寒毒，固本培元，能不能直接唤醒他的意识，我也不敢打包票。圣主大人，脉象怎么突然全乱了？不对，这不是他体内的病气在反扑，这是手环法器在他体内留下的能量共振，还是那高能能量晶的残力彻底融入他的血脉了？萨满的邪能覆盖面太广，弟兄们的士气快扛不住了，必须把他们打断。公主，那帮神棍躲在众星闯弩的射程极限，前面还有众对手死死护着，根本打不着啊！陈渊，对不住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给我瞄准那个萨满后方没人的空地，放箭！遵命。中原人的垂死挣扎，我加大阵法威量，一日必破此关。活佛差不多了，传令下去，让我们的人准备动手，接应戎狄大军上城墙。刚刚那股异动很像是跨越空间的能量共鸣，难道他那只法器手环正在受到强烈的外部刺激，或者正被什么人催动？催动？难道是公主殿下她？如果是公主正在用那手环去抵御戎狄萨满的邪能，确实有可能引发这种共鸣，但这事实在太凶险了。那手环本就裂痕遍布，稍有差池。圣主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万青，公主，圣主大人，您总算醒了。我是猎豹，这里是苏州，是赵家主把您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苏州，
我的手环，公主在哪儿？别乱动！你昏睡了这么多天，身子骨虚得很。公主留在北境了，铁壁关现在正在打大仗。打大仗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你现在回去和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你自己感应一下，你那身凭空换物的本事还在不在？手环没了，但是我的身体里多了一股微弱的气息，乱窜的厉害。这就对了，你之前的力量根基全乱套，需要时间梳理。而且我怀疑你的手环眼下正处于蜕变中，和你体内的气机隐隐连着。你现在要是贸然回去，搞不好会扰乱它的蜕变，甚至被那股能量反噬。难道我就只能躲在这里干眼看着？要是真想帮公主先恢复自保的本事，去寻冰魄莲的人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等药材一齐，我再用银针帮你梳理体内乱窜的力量，说不定你能不依赖那只手环，直接驾驭体内新生能量的法子。要等多久？最快也得10天。好，10天。公，你可千万要撑住，等我。公主，东侧那段城墙快守不住了！吴天雄的人明明就在附近，却按兵不动，见死不救。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传令，让预备队立刻顶上去。另外，派人去请吴将军过来协防。遵命。你们疯了，干什么？吴天雄，你这个畜生叛徒！朝阳公主，城关马上就要破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二皇子早就和戎狄大华达成了协议，只要你现在开城投降，我还能保你一命，甚至给你一场荣华富贵。吴天雄，你勾结外族，卖国求荣，死有余辜。北境全体将士听令，凡诛杀叛贼吴天雄者，官升3级，赏万金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杀！荣夺的朋友们，城门马上就会从里面打开，到时候关内的金银财宝和女人，任凭你们随便挑。赶紧开门，迎大汗的铁骑入关！叛国贼子想开城门，先从爷爷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老兄弟们，点火，炸了这门洞，谁他娘的也别想出去！疯子，这群老东西疯了，快拦住他们！老齐，妈的，一群老不死的疯子！公主，你快看，戎狄的大营好像自己乱起来了。那是……到底是谁干的？外围足足有3层护卫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怎么可能？大祭司，刚才好像有几道人影闪过，速度快的根本不像正常人。他们直奔者拿了东西转头就跑，我们的人连他们的衣角都没摸着。调虎离山，不对，他们不杀人只抢古符，难道是朝阳公主暗中派出的死尸干的？不管是谁，攻城的仪式绝对不能停！马上去取备用的次等古符，虽然威力会大打折扣，传令前锋大军立刻后撤休整，等天黑之后再发动强攻。是。公主，戎狄退兵了，只是暂时退了，立刻组织人手打扫战场，抢救伤员，用沙兜覆城墙缺口。另外，就算掘地3尺，
也得把吴天雄那个叛徒给我活捉过来。遵命。那城门甬道那边，厚葬老秦和那些战死的兄弟。城门用剩下的砖石土木，从里面彻底给我堵死。堵死？那咱们岂不是？铁壁关早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要么在这里死守到底，要么就和这座关来同归于尽。陈渊，你给的手环好像真的起了点作用，但是下一次戎狄再攻城，萨满的邪能咒术只会更加凶悍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千万忍住，冰魄莲的药力极其霸道，现在正在强行疏通你淤堵的奇脉，逼出残留在你体内的萨玛寒毒。你必须配合我的金针，去引导你体内那股新生的力量。就是现在，摒弃所有的杂念，去感受那股力量。它来源于高能能量晶，现在已经彻底融进了你的身体。虽然还很微弱，但绝对纯粹。试着去操控它，哪怕只是一丝一毫。这真正属于我的力量，不再依靠手环借来的力量。好，找对路子了，继续，千万别停下。圣主大人，您感觉怎么样了？你看，还是很弱，控制不稳，离以前随心所欲调动外物的程度差着108000里。但是，这力量已在我体内生根，而且我能模糊感应到手环的方向和状态了。万里长征第一步，你体内的新生力量如刚脱土的幼苗，需10日温养壮大。能感应到那件法器，该是你与它绑定太久，羁绊深，如今力量又同宗同源的缘故。先生再造之恩，陈渊没齿难忘。不必谢我，是你自己底子好，命够硬。接下来你需在实战中磨砺这力量。不过北境最新谍报，铁壁关数场血战虽未破，但守军伤亡惨重，城门自毁堵死，已成孤城。戎狄增兵，萨玛邪能咒术愈发诡异，公主她凶多吉少。我要马上回去。圣主大人，你力量刚稳住，尚未恢复，躲在此处慢慢练。公主等不起。北境修罗场就是这新生力量最好的磨刀石。早知拦不住你。猎豹，你带人随他去。另外，瓶内3颗燃血丹，生死关头服下，可短时榨干潜力，超负荷调动你体内新生力量。但药效一过，元气大伤，非万不得已，绝不可用。多谢先生赐药。你感应到手环现在是何状态？很诡异，距离极远，气息微弱将断，却又异常亢奋活跃。它似在疯狂吸纳外来能量，进行某种变异。莫非公主真将其投入萨满阵法，用以对抗邪能？若真如此，福祸难料。不管它变成何样，我必须尽快赶到他身边。圣主大人，咱们绕官道走山路，虽慢些，但隐蔽安全，能躲二皇子眼线。小心适得万年船。你之前说，公主向你提过苏州赵家主与暗卫信物。是，赵家主是公主母妃家族世交，暗卫信物是公主留给您保命的底牌。公主还交代，若北境真守不住，便带您隐姓埋名，远走高飞。我陈渊的字典里没有抛弃战友、独自逃命这几个字。怎么有埋伏？不对劲，这林子太安静，连飞鸟都没有，风、树叶、泥土中虫子的爬行，还有前方100步外金属摩擦皮革压抑的呼吸声。有埋伏，人数过10，弓弩手在前，刀斧手在后，藏在左前树丛和右侧巨石后。圣主大人，您连这都能听见？
这新生力量竟能当雷达用。陈渊，我等候你多时了。二皇子有令，取你项上人头者，赏万金。放箭！来得正好，就拿你试我新本事。缩！妖术，他竟然还会使妖术！别怕，大家一起上剁了他！保护圣主大人！没猜错，这力量真能受我控制，在实战中磨练，我定能更强。公主，等我！嘿嘿，强弩之末，都给我围上去，乱刀砍死！该死，这力量还是太弱了。圣主大人！血！破！啊！我的手！快护住圣主！你使的到底是什么妖法？滚回去告诉你们二皇子，想拿我陈渊的脑袋，派点真正的高手来。撤！快撤！圣主大人，您伤得重不重？有点脱力了，把所有能量压缩到针尖大小，比单纯改变物体大小难得多。不过杀伤力确实惊人，这帮家伙会不会在前面还有埋伏？方圆半里之内没有成群的呼吸和心跳声，但这地方不能多待了，马上换条隐蔽的道走。圣主大人，您手臂上的剑伤，一点皮肉伤，死不了，赶紧走。圣主大人，您刚才那一招隔空伤人，跟我以前靠手环发动的放大缩小不一样，这是把体内所有能量极致压缩，像高压水刀一样直接刺出去，破坏力极大，但对能量消耗也极其恐怖，一击就能把我抽干。要是到了北京战场上，所以这一路上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去练这股力量。新生力量虽总量还弱，但胜在如臂使指，极其灵活。刚才发现埋伏，就是靠它强化了听觉神经，而且随着这力量的运用，我对那只手环的感应越来越清晰。它的状态非常活跃，甚至可以说是狂躁，好像在疯狂吞噬什么，又像在拼命排斥什么。公主殿下会不会有危险？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。猎豹，传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白天全速赶路，晚上我用来练功。要是路上再碰到二皇子的暗探或落单的猛兽，正好拿来给我当陪练。遵命。公主，荣夷营地今晚安静的邪门，连平时巡逻的队伍都少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立刻加强警戒，尤其是关内。吴天雄虽已伏住，难保没有其他隐藏的内应。遵命。另外，公主，今日打扫战场时，在关外乱石滩捡到这个东西。果然，用床弩射出去时，还是磕碎了。要不要多派人手去外面找找其他碎片？用不着，那件法器若真有灵性，该回来时它自回来。陈渊，你的手环碎了，但我直觉它还没彻底毁掉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他们在准备更恶毒的诅咒仪式，传令全军立刻做好最高级别死战准备，加派人手盯住所有水源和粮仓，严防投毒。遵命。陈渊，你还要多久才能赶到？或者说，你还能活着回来吗？3块能量晶，金、蓝、白，分别悬浮在星空下，金色和蓝色融合了，化作了我那只黑色手环。
那块纯白色的被黑色邪气疯狂侵蚀，光芒变得漆黑邪异，像流星般坠落在极北之地。原来如此，我的手环是2块纯净能量晶的融合体。戎狄萨满所用邪能的源头，就是那块被彻底污染的第3块能量晶。圣主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我看到了手环真正的来历，还有戎狄萨满邪逆的真正源头。他居然在反哺我的力量。继续全速北上，不过在那之前，猎豹，之前鹰眼留给我的那枚萨满古符呢？这枚古符里残留着极为微弱的被污染的邪力气息，或许我能用它反向追踪，感应到戎狄萨满的具体位置，或者找到那块更大的邪力本源晶体。那咱们能不能直接杀过去，主动找他们算账？现在还不行，我掌握的力量还太弱，遇上大队萨满是送死。但这枚古符绝对是个能派大用的定位器。停！怎么了？古符有反应了，附近肯定有萨满，或者带着高浓度邪能物品的人。在那边，人数不多，3、4个人的样子，邪能波动幅度很弱，估计是戎狄的信使或探子。咱们要绕开吗？不，抓个活口。我需要摸清戎狄萨满最近的动向，还有他们到底在搞什么诡异事。明白。小银、小金，你俩从2翼包抄。圣主大人，我跟您从正面突击。好，记住，必须留活口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老子是谁？盒子里装的什么？就是些普通贵重药材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说。我说，盒子里是积血石，大祭司特意让我们送去，用来加强今晚子时的万灵石城诅咒仪式。万灵石城，说详细点。是大祭司借助圣物邪能发动的最恶毒诅咒，只要仪式完成，恐怖邪能毒物就会笼罩整个铁壁关，关里所有活人都会被邪气侵蚀神智，变成怪物傀儡。这块积血石就是用来扩大诅咒范围的。今晚子时，是真的，大爷，求您饶我一条狗命吧！绑起来，嘴堵上，藏到隐蔽处。圣主大人，今晚子时，那咱们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必须立刻出发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就算跑死战马，也必须在子时前赶到铁壁关。公主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圣主大人，马快口吐白沫了，跑不动了。离子时不到1个时辰，距铁壁关还有30里。下马，用跑的！咱南疆猎手的矫正在山里不比马慢。好，骑马，扔掉多余辎重，轻装急行。不够，凭这点微末之力，根本挡不住万灵石城，必须想个极端的办法。碎片里还残留精纯本源力量，能不能暂时借出来用？赵家主说过，强行吸收外来能量有被反噬的巨大风险，但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圣主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别管我，加速冲！公主，他们好像要发动了。弓箭手，火箭全部上弦，床弩上满机括，给我死死瞄准紫光中心。就算打不断仪式，也得让他们脱层皮。公主，不好了，关里好几处粮草囤积点都起火了，是藏在城里的内应到处杀人放火。果然还有阴沟里的老鼠。亲卫队听令，
分一半人下去镇压叛乱，敢反抗者格杀勿论，剩下的人给我死死钉在城墙上。公主，你身边不能没人护着。执行军令。内忧外患，陈渊，我可能真的等不到你了。此时一到，以万千生灵血肉为祭，恭请邪神降世，事成万灵之城。那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他们发动万灵新城了，来不及了！我现在的力量根本挡不住这么庞大的阵法冲击。这碎片和邪能源头同宗同源，能不能拿它当引子，强行干扰那股邪能？全部留在原地，谁也不许过来！以血为媒，给我破！快看，紫光慢下来了！是蓝光，是陈校尉烧死杀萨满时放出的那种神光。陈渊，是你吗？你终于赶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？那只是一小块残片而已，它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去干扰圣物的本源力量？大祭司，万灵石城的阵法很不稳定，快要压不住了！不过是一块破碎片而已，给我直接碾碎它！马上加大献祭的力度！圣主大人，成功挡住了。不行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我体内觉醒的新生力量和那块碎片是完全同源的，我能不能隔空给它补点能量？给我血！圣主大人，圣主大人，您醒醒啊！一群废物！竟然被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片，硬生生拖了这么久，阵法的威力最少折损了30%。大祭司，万灵石城没能破关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全军强攻！你的大庙的守军刚被邪能冲击了心神，站都站不稳，立刻发动全军总攻。就算万灵蝎城没能把他们变成傀儡，光是刚才那一下精神冲击，也足够让他们丢掉半条命了。陈渊，是你拼了命替我们挡下了最致命的一击，谢谢。全军将士听令，敌军的灭城邪咒已经被破了。他们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，所有人随本宫一起死守国门！死守国门！
这是暗卫的联络暗号，但节奏怎么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？圣主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圣主大人为了强行挡住戎狄的万灵石成咒，耗干了体内所有的力量，脉象虚弱的快摸不着了。但好在武学根基没毁，应该是彻底脱力加上强行透支心神导致的。这里不能待了，必须马上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让他静养。公主已经在青岩山附近安排好了一处绝对隐蔽的秘密据点，专门给圣主大人养伤。至于铁壁关的战事，公主说她自己会处理。可是铁壁关现在还在打仗啊！圣主大人现在这副模样，去了也是白白送死。公主殿下早就算到会有今天，所以提前下令让我们在这一带待命接应，而且留了密令。公主有令，如果圣主大人身受重伤或者力竭昏迷，绝不允许你们带他强行回关参战。公主她早就连这一步都想到了。公主殿下向来都是走一步看三步，谋定而后动。大家赶紧跟我走，据点离这儿不远。彻底力竭脱力，心神严重透支，再加上他不顾死活的强行引动那块碎片里外援力量，躺在床上静养整整7天，再配合老参的独门汤药，才能勉强下床走动。至于想要完全恢复之前的战力，最少也得半个月。可是铁壁关根本等不了半个月啊！公主殿下等得了，公主让我们给圣主大人带句话，关破人亡。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铁壁关就绝对丢不了。请圣主大人务必先保重自己的身体。我这里还有几颗固本培元的保命丹药，先化在水里为他服下。不过他体内那股刚刚觉醒的蓝色力量倒是非常奇特，竟然正在自发的缓慢的修补他受损的经脉，这倒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公主，城里的剑士和滚木六士马上就要耗光了，伤员实在太多了，那几个军医根本救不过来。去把关里的民夫全都组织起来，去拆关里那些没用的空房子，把砖头和木料全都搬上城墙当武器用。伤员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治，能救活一个是一个。遵命。另外，昨晚趁乱在城里放火的内奸，属下已经全部肃清了，一共砍了27个脑袋。但是城里的粮草还是被烧掉了整整3成。我知道了，关外的戎狄大军现在有什么动静？暂时退回营地探子来报，戎狄的后方正在源源不断的调集新的生力军和大型工程器械。他们在等我们这帮残兵败将彻底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然后再发动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总攻。等什么？我们现在也只能等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，或者等一个人。圣主大人，您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整整3天3夜。这里是公主殿下专门为您安排的秘密据点。不行，我得去。你现在去，连这青岩山都走不出去就得倒下。公主既然下了死命令让你安心养伤，就是相信你能恢复，并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力挽狂澜，别白白糟蹋了她的一片苦心。铁壁关的情况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稳当？公主殿下用兵如神，关城暂时还能守得住，但是戎狄兵多将广，久守必失。公主一直在等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，而那个机会恐怕必须借助圣主大人您的力量。我还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战力？按照老参的独门方子安心静养，再加上你体内那股奇特能量正在自发的修复经脉，快则10天，慢则半个月，应该能恢复个7、8成。猎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当陪练，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摸透这股新力量的更多用法。遵命。鹰眼，你继续带人死死盯住铁壁关的动向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另外，想个稳妥的办法，把我苏醒的消息传给公主。属下明白。公主，等我，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去扛。圣主大人，成了，直接打出了一个坑，威力还是太小了，3丈远已经是目前的极限了。但是准度极高，这要是直接对着人的脑袋，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精细瞄准。而且打完这一次，我得缓很久才能打出第2次。确实变硬了一点。但是覆盖范围只有巴掌那么大，在实战里用处不大。要是把这股能量附着在刀刃上呢？是个好思路，但控制起来太费精神了，必须得练，得在实战里不断的练才行。圣主大人，关城传来最新情报，
戎狄大军连着猛攻了5天，全都被打退了，但是银翼军也死伤过半，关里的剑士和滚木已经彻底见底了。戎狄那边，萨满首领昨天被刘健射伤了胳膊，大祭司毫发无损。公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公主传信出来，3天后的子时，她要亲自带着最后500名还能拿得动刀的敢死队，去夜袭戎狄大军后方的粮草营和萨满营地。只要成了，铁壁关最少能多缓10天。500人，铁壁关哪还有那么多人手？公主亲自带队，带的都是贴身亲卫和伤残老兵。这太冒险了，这纯粹是去送命啊！不行，他这是打算同归于尽。鹰眼，咱们现在手底下还能动用的人加起来一共有多少？我带来的暗卫有9个，加上猎豹首领他们4个猎手，满打满算一共14个，够用了。鹰眼，立刻给公主发密信，夜袭计划照旧，但必须把具体的时间、行军路线和突袭目标全部告诉我们。我们从另外的方向策应他。圣主大人，您现在的身体已经恢复了60%了，虽然力量还没满，但如果是作为骑兵突然冲出来，绝对能起到奇效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须让公主知道，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公主，陈校尉他还活着，正在恢复。他要在暗中配合咱们一起动手。太好了，只要有陈校尉在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力气肯定没恢复多少，手底下更是只有10几个人。咱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，传令下去，原计划不变，挑出500名死士，明晚子时准时出发。遵命。那陈校尉那边，回信告诉他们，我们的主攻目标是戎狄西北角的粮草营和萨满营地，让他们见机行事，千万以保命为先。公主，您其实心里……他是本宫的战友，更是北境的恩人，本宫自然希望他能长命百岁。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陈渊，这一次咱们并肩作战。公主的敢死队会从这个方向摸进去，强攻粮草营和萨马营地。咱们人太少，绝对不能硬拼，必须弄出足够大的动静，把戎狄的主力给引开。怎么弄动静？这里是戎狄的马圈，如果能在这里点一把火，或者弄出惊天动地的响动，战马一旦受惊炸营，能把他们半个营地给踩平了。但是那地方防守森严，距离咱们也远，很容易暴露。猎豹，你们南疆猎手最擅长钻林子设陷阱，能不能在远距离弄出惊吓马群的动静？用咱们特制的烟罐和响尖，算好风向扔过去，能冒浓烟带尖效，绝对能惊马。但肯定不如直接放火烧来的实在。足够了，不需要真烧，只要把戎狄的兵力引过去就行。鹰眼，你们暗卫最擅长什么？潜伏、暗杀、传递情报。正面强攻不是我们的强项。好，那就分头行动。猎豹，你带着猎手去马圈制造混乱。鹰眼，你带着暗卫田潜伏到萨马营地外围，死死盯着。只要发现大祭司离开了，或者营地守卫被抽掉了，立刻发信号通知我。是。那圣主大人您呢？我亲自去会会那个戎狄大祭司。圣主大人，万万不可，那里太危险了，您的力量还没完全恢复。正因为还没恢复，才更要去。我体内的能量和那块被污染的黑石头同宗同源，说不定我能感应到他的弱点，或者直接从内部毁了他。圣主大人，大祭司身边绝对是重兵把守，而且他那些咒术邪门的很，所以我只是去试试水，绝不硬闯。我心里有数，明晚子时和公主的队伍同步行动。所有人记住，不管哪一边得手了，一炷香的时间一到，必须立刻撤退，回到这个地点汇合。万一被打散了，就自己想办法逃回这个山洞。记住，命比什么都重要。遵命。那一小块碎片竟然能挡住万灵石城，拿着那块碎片的人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抓活的。大祭司，大妖的公主防守的滴水不漏，咱们强攻折损了太多兵力，底下好几个部落土长已经开始有怨言了。怨言？等圣物的力量完全复苏，别说这座破关，整个北境将变成咱们的跑马场。让他们再忍几天。还去追查那块碎片下落的人，有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
前方的探子来报，铁壁关里今天似乎有异常的调动，像是在准备什么大动作，想趁着夜色出来咬人，简直是找死！传令下去，全营加强巡逻，特别是粮草和圣物周围必须布下重兵。还有，我有一种预感，那个触碰过圣物碎片的人离我们已经很近了，他肯定还会再来。遵命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明晚就是定生死的时候了。小银上风口，小金警戒掩护。子时到了。马圈那边动手了，定死大祭司。带人去看看，肯定是大妖人搞的鬼。守卫被抽空了一半，立刻给圣主大人发信号。铜镜反光，大祭司被引走了，天赐良机。真的管用。就是他，紫光比上次在城头看到的还恐怖，碎片烫得快要握不住了，体内能量也跟着暴躁起来。圣物好像有反应了，不能再等了，今天必须摸清他的底细。好霸道的排斥力！碎片烫得像火炭，黑石也在疯狂颤抖。他们之间有极强烈的感应，既排斥又渴望吞噬，因为原本一体，只不过一个纯净，一个邪恶。不行，这样硬点撑不住，消耗太快了，不能硬扛。试试用我体内的能量做桥梁，强行连通他们。来不及躲了。必须撤！有人来到，碰了祭坛核心。从这儿进来的，外头有血，他伤了。是他，那个有高能能量晶碎片的人，他敢直接触碰萨满邪能，追！他伤得重，跑不远，抓活的！我要把他练成最强的邪能傀儡！校尉触碰了那邪能核心，被能量反噬了。追兵马上到，得换地方。校尉，怎么这样了？不能，直接会煽动，会暴露，分开走。怎么分？鹰眼，你带2个人，拿着我的血和碎布片
往东边走，留痕迹。猎豹，你们带我走西边，从水里绕回去。东边是悬崖死路，知道。你们到了悬崖边，用绳子下去一半，横着爬，找地方藏。戎狄不认路，会以为我们跳崖死了。明白。校尉保重。校尉，撑住。跳下去了，这么高，活不了。要下去找吗？下面是乱水和暗石头，晚上下去找死。回去告诉大祭司吧。是。校尉算准了，皮肉伤不重，但里头被邪能钻了，好几条气脉断了。更麻烦的是，他手环能量透支太厉害，人醒不过来。这是我配的护心丹，能暂时压住伤，赶走一点邪能，但想醒来恢复机能，得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第一，得是100年以上的冰魄莲，镇住他体内乱窜的邪能，护住心脉。第二，得找个精通医道、能引导同源能量的高手。冰魄莲，医道高手，公主殿下可能认识，但远在天边。我只能用药和针吊住他的命。3天之内，要是找不到冰魄莲或高手，他就是不死，也可能一辈子醒不来，或者彻底变成废人。我去找小银、小金，你们看好校尉，我就算挖遍雪山，也把冰魄莲挖回来。校尉，你醒了。听着，高能能量晶能把它抽出来，也能救我。这怎么做得到？也许这就是死里求生，但谁去抽，怎么抽？陈渊那边有信吗？鹰眼刚传回密信，陈校尉昨晚潜入戎狄祭坛，伤得很重，情况不好。猎豹已经去找冰魄莲了，医道高手。殿下您还记得吗？3年前，陛下请过一位苏州的赵家主来讲述医理，那位好像就是精通能量引导的。赵家主，他到处跑，去哪儿找？安王在苏州的线报说，赵家主最近好像在苏州一带研究新型药剂。立刻给苏州赵家主传信，不惜代价，请赵家主北上。是。同时，让北境所有的暗桩打听100年以上冰魄莲的下落，花多少钱都买。可是殿下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家底……陈渊不能死。于公，他是对付戎狄邪能的利刃；于私，他是我的盟友。还有，准备一下，我要去那个山洞。殿下，不行，那儿太危险，雁门关离不开您。雁门关有你们，一时半会儿到不了。我必须亲眼看他，有些主意，只有我能拿。怎么样了？药和针只能拖着。他昏迷前说要抽那邪能核心里干净的能量来救自己，但他说的法子有几成把握？道理上说得通，邪能核心和他体内的能量同源，说不定真能用他的身子当桥引出来，但太险了，一不小心陈校尉可能直接被邪能吞噬，或者变成邪能新的躯壳。如果我帮他呢？殿下，
你内力是深厚，但不是同源能量。这个能不能顶用？这百年冰魄莲，皇家宝库里藏的宝贝，传说能镇压一切邪气，死守心智的至宝。皇兄留给我保命的，用它能不能护住陈渊心智，挣个机会？能，当然能。有这个镇着大脑，起码能保证引导能量时心智不被邪能冲垮。但是，谁来引？怎么靠近那邪能核心？我亲自带他去。殿下，不行！这是唯一的法子。陈渊能为雁门关孤身闯营，我也能为他再进一次虎穴。殿下，2个时辰内必须把能量引完，离开那邪物边上。够了。鹰眼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按您的吩咐，挑了20个最好的死士，在洞外等着。好，你守在这儿。如果天亮我们没回来，或者雁门关有变，你看着办。殿下，让末将替您去吧。你的开示是守在这儿接应我们，这是军令。小心扶他起来，用斗篷裹好。走。殿下，自从陈昭卫上次进去，萨满营地守卫多了1倍，巡逻也更勤。他们重点防的是祭坛，但荣主打了好多天，也累了。我们不从祭坛正面进。那从哪儿进？那儿是荣陵系一个小部落的营地，守得松。我们扮成送伤兵的，混进去。站住！干嘛呢？先线下来的重伤，无疑说送回圣地址。进去，快点！殿下，前面就是萨满营地的哨圈了，不能再往前。离子时还有半个时辰，按计划，你们在这儿闹出动静，引开守卫。是，殿下您。我带他进去，成了会发信号。你们看到信号，立刻按定好的路线撤，别等我们。殿下保重。就是现在。陈渊，该你了。殿下，别说话，省力气。百年冰魄莲在你肚子里了，能护你大脑。现在告诉我怎么做。带我靠近他，越近越好。然后，殿下你用内力护住我全身气脉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。殿下，护着我。放心。找到了，那一点被层层暴虐邪能包裹着的纯净核心。纯净光点主动涌过来了，周围的邪能疯了一样在堵截、侵蚀能量线。太快了，身体要撑不住了。陈渊，必须慢点。不好！调虎离山，核心有变，所有人回祭坛！拼了！陈渊，快，我顶不住了。能量形态自己进化了。成了。殿下，快撤！他们回来了。窃贼！你们竟敢抽取核心能量！我要把你们炼成活尸，生生世世受邪能熬煮！殿下，怎么样？内力耗尽了，虚而已，养几天就好。你好像不一样了。现在不用手环辅助，
我也能直接调动能量控制东西的大小轻重，比以前强太多。看来赌赢了。多谢殿下救命赠药，沉渊记心里了。我们之间不说这个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回雁门关，戎狄吃了这亏，肯定发疯报复，而且邪能核心弱了，他们的咒术威力大减，正是我们反击的好机会。和我想的一样，但你回去目标太大，戎狄会不要命的围杀你。那就让他们来，正好拿他们练练我的新能量。身后就是我们的爹娘孩子，死也要站着死！堵住，把缺口堵住！狗蛮子，想破关，先从老汉尸体上踏过去。我爹昨天战死了，今天我来。退下！左边交给我，右边和天上归你。好。天上太吵了，还有你们都小点儿，省着点用能量。放心，现在这点消耗不算什么。核心的纯净能量被他窃取了，所有萨满集中精神，唤醒邪能最后的狂暴，哪怕毁了核心，也要杀了他们！不好，他们要拼命！那东西要炸！同归于尽吧！邪能自爆，方圆10里，生灵涂炭！沉渊，能阻止吗？我试试。殿下，掩护我！既然你想要能量，我全给你！你疯了！我的能量和你同源，现在听我的！城主，要么我彻底压制他，要么被他吞噬。他在试图控制核心，不可能！邪能的意志暴虐无比，凡人触碰只会被撕碎心智。净化，他在净化邪能！不，快住手！那是神赐予我族的力量！作造！总算干净了。同源能量终于要彻底补全了。萨满邪能已破，将士们，随我杀出关去！暂时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二皇子那边，戎抓大败，他勾结外敌，克扣军饷，谋害父皇的证据，我已经让暗卫收集齐全。此番回京，该清算总账了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陈渊，此件事了，你有何打算？我想先去一趟南疆，把苏婉清的遗骸好好安葬，然后归于以后，殿下若有用得着我的时候，招呼一声便是。虽然只是一时合作，但盟友之意长久。一言为定。